好，我们今天来讲中文断词哦，英文叫 Chinese word segmentation 哦，因为断词常常被用到，我们把后面这两个字哦简称叫 WS word segmentation 哦。那有人就讲叫中文分词，意思是一样的。哦，这边今天会讲一下中文断词的介绍，断词的方法。哦，我们方法会讲最基本的查表法。哦，那这个 Hidden Markov Model 稍微提一下，但是因为这边牵涉到比较多的数学，我们可能很快就跳过去了。那最后切到一些相关的应用。好，我们先看词是什么定义。哦，词在文字里面是有意义的最小单位。哦，各位可以想象，譬如说我说，脚踏车哦，你就把它切开来，脚没有意义，踏也没有意义，车有意义哦，但是不完全，所以最有意义的最小单位就是一个词，譬如脚踏车哦。那对于中文来讲，你要进行任何的语言处理，一定要先分辨它的词啊，因为词是有意义的嘛，比词更小的单位就已经没有意义了，那才能够进行下一步的处理。那中文断词的目标呢，就很简单，就是我将一段中文把它词切分出来，但是切分出来呢，它必须符合原来文句的意义哦，你不能切分出来，它意义变掉了。比如说下面这个范例哦，我们在野生动物园玩，这个可以的，因为野生是一个词，动物园是另外一个词，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今天把它切分成我们在野生动物园玩，这个就错掉了。这个很明显哦，因为这个不是它原来文句想表达的意义。虽然一样把词切出来了，但是它切的是不对的。那在中文里面呢，麻烦就是说所有的字全部连在一起，所以你必须想办法把它断词。但英文就比较没有这个问题，英文我们全部用空格分开，所以定义比较明确。但也不完全是哦，有一些字呢是两个 word 合成一个单位哦，比如说那大部分是很多是外来语，像 de facto 哦，或是 a priori 这样的字呢，都是拉丁语哦。那这个在英文里面呢，它虽然分开成两个 word， 自然应该合在一起看哦，所以在英文处理的时候也要小心一下，有这一类的问题。好，我们来看最简单的方式叫查表法哦。那我们是利用词库或是词典，词库和词典是一样的意思来进行断词，我们就不断到词库里面去查。那这个方法呢，又叫做最大比对法哦，英文叫 maximum matching， 或叫长词优先法哦，就是能 map 到比较长的词就先拉出来。那这长词优先法，它的最大长度呢，可以到达多长呢？你可以根据词库里面最长的词来决定。那一般来讲呢，我们都是最长到4字词哦，所有的成语都是4字词比较多。但也会碰到比较长的词，那样的词呢，就是案例比较少一点。那依照处理的方向呢，这种查标法呢，或是最大比对法呢，可以分成2种哦，一种叫 forward maximum matching 哦，就是从前面比到后面，所以我们叫正向最大比对法哦。另外一个呢叫 backward maximum matching， 就是从后面比到前面，所以呢这叫做逆向最大比对法。那我们现在直接来看一个例子哦，像这个例子是很简单，没有任何疑义，就是不管是正向或是逆向，都得到一个标准答案哦，都得到的答案都一样，而且是对的哦。那简单讲呢，就是譬如说我从这里开始，怎么做这件事情呢？从前面做到后面哦。我假设我已经有一个词典或者是词库在那里让你查哦，所以假设呢最长的词呢就是4个字哦，所以你会先查说我最喜欢。我最喜欢词库里面会不会有出现这个词？不会啊，所以我最喜欢查不到。大概是我最喜3个字，有没有？这3个字，看能不能查不到？也查不到。再个查我最，查不到。最后查一个我，哦，只有剩下一个字，通常你也不用查词库了，哦，就是剩下一个字就直接调出来，所以我就切出来，哦，这就断开来，我是一个单位，哦。那再过来是4个字，有没有？最喜欢吃。没有这个词啊，最喜欢
也没有这个词啊，最喜也没有，好，这样一个字最就出来了。再过来4个字哦，各位注意看哦，喜欢吃冰没有这个词，喜欢吃没有这个词，喜欢有啦，好，喜欢就切开，喜欢就吃，就是一个词就出来了哦。最后吃冰淇淋没有这个词，吃冰淇没有，吃冰会不会有？应该也没有哦。词典里面不可能出现吃冰这样的词哦。最后也没有，所以最后吃就出来。那剩下最后这3个字，冰淇淋就查到词库，所以就这样切出来。所以答案就是我最喜欢吃冰淇淋。哦，这就是词库的查找方式。那这个是从前面有没有？这是 forward maximum matching 得到的结果是这样子。我们再来看 backward 哦，那 backward 我可能要把这个把它清掉。哦 ，backward 呢就是从后面往前看。哦，从后面往前看也是一样，先查4个字，4个字叫吃冰淇淋，没有这个东西。好，再过来。冰淇淋好出来了，有这个东西，所以切开来。好，那这个最喜欢吃没有这个东西，喜欢吃也没有这个东西，欢吃也没有，所以吃就出来。然后再过来，我最喜欢没有这个词，最喜欢也没有这个词，喜欢有这个词，所以喜欢就出来。然后再过来是我最没有这个词，好，那只剩下切到最后只剩下最一个字，单字词最就出来。那最后一个剩下一个字是我。所以答案 BMM 也是一样哦，我一个词，最一个词，喜欢一个词，吃一个词，冰淇淋一个词。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两边的答案是一样的哦。通常答案一样呢，是比较有可能是对的答案，但没办法保证是一定是对的答案。哦，所以我们在后面看，你就会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好 ，quiz 在这里哦，就是可能给你一个句子，请你用这个查标法或是最大比对法，把所有的词找出来。好，但是什么情况下会发生问题呢？发生抢词，结果可能不同哦。这个也是 quiz 我们会考的哦。什么叫抢词呢？就是一个字可能属于前面一个词，也可能属于后面一个词。比如说这里我们3人参加会议哦，你如果从forward maximum matching， 你看会发生什么事情哦？好，我们3人没有这个词，我们3没有这个词，我们好出来了。3人参加没有这个词，三人参没有这个词，3人也没有这个词，3就出来了。然后人生佳会没有这个词，人生佳没有这个词，人生出来了。好，佳会议没有这个词，佳会没有这个词，所以佳就出来，然后会议出来。所以这样你看，你用 forward maximum matching 变成我们3人生佳会议，这个是有意义的吗？这应该没有什么意义嘛，所以这是一个错的分法哦。所以这是 forward maximum matching。但是如果你用 backward maximum matching， 就会得到对的切词方式，或者是断词的方式，就是我们3人参加会议哦。那你上下比较这2个地方，唯一不同在哪里呢？就是这里不一样而已。那什么叫抢词呢？就中间那个字可以拉到前面，也可以拉到后面，所以拉到前面就变成人生佳哦。那拉到后面就变成人参加哦，刚好这是一个破音字哦，所以这叫抢词。那同样情况发生在这里哦，原先是说到基隆庙口吃小吃哦，那庙口吃这个口可以跟前面绑在一起变庙口，跟后面绑在一起变口急，刚好又是一个破音字哦，所以你就知道说for FMM 和 BMM 得到结果可能会不一样，这就是抢词在这里就发生了。那期中考可能请你举几个抢词的范例哦，应该蛮简单的吧？哦，你只要有来上课，应该就会记得这个范例。那还有多重抢词，这个就更复杂一点哦，它抢词的情况抢得很严重哦。
第一个呢叫新年即将来临时哦，那如果用FMM 得到新年即将来临时，完全对，没有问题。但是你用 BMM 得到一个错的结果哦，变成临时一个词，将来一个词，即一个词，哦，那这当然是错的。将来怎么会在这里绑在一起呢？应该是来临绑在一起才对哦。同样问题，我们前面举的例子，我们在野生动物园玩，你看它错的地方哦，都是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野呢，可以放成在野，也可以野生哦。那动呢，可以生动或是动物园，所以这是多重抢词，全部挤在一起哦。所以这种情况呢，就会出现FMM 和 BMM 结果可能不一样。所以各位可以先试看看哦，自己去断看看，就是词库。你的词库呢，你必须想象它就是一般的词典。哦，像这个3人、5人这种是不会出现在词库里面哦。那以前听说教育部的词典里面有3只小猪哦，这个也是很奇怪的现象哦。通常刚好可能那是一个故事吧，所以把它合成一个算是一个词。所以这边就让各位知道说，一旦发生抢词 ，FMM 及 BMM 的结果可能不一样。那如果结果一样，其实大部分是对的，但也没办法保证一定对。但我现在没办法找出一个例子，看各位同学能不能帮我找出一个例子，就是 FMM 和 BMM 两个都是错的例子，一定会有，一定会发生。好，我们就来看这种白痴造句法，各位应该有听过吧？在网络上有很多白痴造句法哦，即你知道如果，就你知道汽水不如果汁好喝，如果抢词在这里发生，不如果汁机会。我坐飞机会头晕哦，抢词在这里发生，一个飞机一个机会，然后难过，这个不是抢词的问题了，这个就是语义的问题。我说这条马路很难过，这个就很困难，你必须知道说难过并不是一个词，不是马路会难过，马路不是人，难过的是指人难过，难跨过去。而不是真的难过，所以这就是难的地方。这个是牵涉到我们后面也会讲到叫 word sense disambiguation， 就是一个词的意义呢，它到底代表什么意义？你要不信把它断出来，你说马路很难过，难过是悲哀的意思，就不对，完全不对，这语义完全不对。那甚至白痴造句还有3个字差不多乡下的地方邮差不多。对不对？这个差可以邮差或者差不多都可以那这个更扯欣欣向荣叫欣欣向荣荣告白这个我都是网络上查到的。这种就叫白痴造句法白痴造句法大部分是发生有抢词，少部分是语义不对所以这个是要特别注意，在做文字分析的时候就会发生这一类的问题。我们来看查表法的优缺点。它的优点概念很简单，你想就知道，我就查表嘛，查到一个词这就是我要，而且查找很快速让查表要变得很快，有各式各样的方法，这边就牵涉到资料结构和演算法的问题。那各位可以暂时不用管它。第3个不需要训练模型，你不需要训练一个很复杂的机器学习的模型，就可以直接对它进行断词那缺点呢？会发生抢词一旦发生抢词2个方向做出来答案会不一样，其实你必须做最后的调整选出一个你觉得最有可能是对的。那最有可能是对的一种方式呢，我们后面会提到，但是我现在先讲一下譬如说这里我们第一种方式跟第2种方式它会选择切出来的词比较少的。如果用这标准来看这个就对了，有没有？它的词比较少，换句话讲，每一个词比较长，接下来词就会比较少所以这个是比较符合人的直觉，我的词要能够里面的词要越长越好，那整句切出来词的个数就会越少越好，所以我们找词的个数比较少的可能是一个标准。那另外一个是词库要从哪里来？
你必须建立一个特定领域相关的词典或是词库。那你讲特定领域，你可能觉得，哎，为什么要一个特定领域？其实每一个领域讲的行话都不一样。我们后面也会提到说，譬如说现在新冠肺炎，你会提到什么叫人传人，什么叫复阳，又变成阳性的叫复阳，这些词在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那你又要去断现在的新闻的内容的话，就需要有这些词典，所以你必须把这些词典建出来，才能够去把它断得好。比如说居家隔离，现在就简称叫居隔。这些词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那随着时代演进，文化的改变会一直产生新的词。那另外一种，我们可不可以自动抽取新词？这是另外一个方式，就是不要用人去建立词典，而是根据所有的语料，我从 PTT， 我从 Facebook 上面的 po 文直接拉下来，自动建立词典。这也是另外一种方式，但是有可能会建错。那比如说专有名词要怎么建？这个像公司名、地名这些都有时候你必须看前后文的意义才知道这是公司名。像有一家公司叫大猩猩，那你如果不知道的话，你断出来你会觉得说这是动物的名词。有一家餐厅叫 Oh My God， 那请问这到底是公司还是餐厅，还是根本就是一个人在讲话的一个词等等。那这个各位，我这种网络抓下来各位什么乳蛇，什么温拿，什么叫干话，什么叫河蟹有洋葱，这些词，我想各位在网络上都看到很多。比如说我第一次看到蓝瘦香菇，我就实在看不懂这是哪一种香菇，又是蓝色，又是很瘦，我才知道这完全不是我心里所想的意义。这些词，新的词一旦一直发生，你就要对网络上的这些文章 ，PTT 的文章，甚至在新闻里面也会出现这些东西，那你就要把词库加进去。那更复杂的是有一些中英交杂在一起。什么叫 seafood？BJ4 不解释，很的 GGORG 叉 D 什么东西还有666694狂生七瀑布，七瀑布就是 key put， 这是台语翻过来的所以这东西都是有一些创意在里面。那这些创意呢，就是尤其在年轻人，其实就传得很快那这东西会一直变像我这个年纪来看这些东西，我会觉得说，这以前都没有看过，那也蛮有意思的但是常常会看不懂，不知道这是什么意义，我就必须到网络上去查那等到各位到了40岁、50岁，会发生同样的情况你会发现新的一代、新的年轻人用的用词，你根本看不懂他在讲什么因为这个语言是随着文化、随着时间在不断的演变。好，那如何快速的搜寻词库？我们有一个词典，或是有一个词库非常大，你如果很快的找到底有没有词库这边有各式各样的方式用 hash table 用 try tree 用 binary search 都可以找到，都可以很快的找到它的计算量都很低所以这个我就不讲了，这个各位如果有修资料结构或是演算法都会讲到。那另外一种断词的方式呢，是进行词性的标注。词性的标注呢，就是这是釜底抽薪，这是最好的方式那进行词性的标注呢，或叫做 part of speech 这个东西又叫 POS 所以有时候你会听到叫 POS tagging， 就是对一句话进行词性的标注。你一定要标注它的词性呢，你就是要把每一个词都切出来，而且词性要对。比如说我这边写这个字可能不是很清楚一根柱子支撑这根梁，这是完整的一句话，一根柱子撑住一个梁整个是一个句子。但它会先说明说，名词在哪里？名词在这里，有没有？一根柱子，一根就是一个冠词，柱子就是名词再过来一根柱子做什么事呢？后面有一个动词片语在这里，动词片语支撑，这是一个动词这根这是一个冠词梁是一个名词，所以这样才算是一个完整的句子所以这种有时候叫 parsing就是剖析
剖析一个句子，你怎样能够把它每一个单位呢，把它剖析出来哦。那这词性标记呢，就牵涉到比较复杂的方法，这个我们也就先不讲。所以让各位知道呢，通常你要经过这样的剖析，才可以把每一个词它的词性抓出来，这样才不会断错哦。比如说我刚刚讲过说这条马路很难过，那如果你搞不清楚，你说难过好像一个形容词，不对，实际上难过，难是一个形容，过是一个动词啊，难过就不容易跨过去啊。那你如果经由这样的剖析，把它的文法树，这叫文法树，把它切出来，那难过就不会被断成一个词，而会把它拆开来。哦，理论上应该要做到这个样子。哦，所以这是断词，另外一种方法叫 POS tagging。哦，这边当然是不但把词断出来，把每个词的词性也都抓出来。哦，如果各位同学对这方面有兴趣，可以去修一下我们的台大有一个那个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计算语言学研究所，他们就会开这一方面的课。那另外一种方式呢，是利用 Hidden Markov Model 来进行断词。那这个当然会比较复杂一点，我稍微讲一下，但是相关的数学细节呢，这边我就不会跳进去哦。那这个方法呢，也是结巴在用的其中一个方法哦。我所以讲一个方法是一个基本的方法，那它在上面会再加很多东西。哦，那这个 Hidden Markov Model 就跟 Machine Learning 完全相关，你要经由 Training 训练的步骤。然后 test 测试的步骤，然后两部分，然后先训练出一个模型出来，然后再用训练好的HMM 来进行中文断词。那第一个呢，你要做的事情呢，就是你要有标准答案。那在这个 Hidden Markov Model 里面呢，它标准答案呢就称为叫 BIES 的标注。那 B 呢就代表一个词的 begin。I 就是 intermediate， 就介在词中间。E 是一个词的 end，S 是一个 singleton， 就一个字就代表一个词。哦，比如说原来语调叫我最喜欢参加人声鼎沸的跨年晚会。哦，那你要把它标注呢，就是先把它分词哦，或是断词。我喜欢参加人声鼎沸的跨年晚会。那经由 BIS 的标注呢，你就可以得到我是单字词嘛，所以是 singleton。喜欢呢，这边一个字就要标示一个英文字母，标示 BIES 哦。喜欢是一个词，所以 B 是开始，喜是开始，欢是结束，所以标上 BE 哦。参加呢也是 BE 哦。那人声鼎沸这个词就比较长一点哦，开始 begin 标 B。那肺这边标 E， 中间呢标 I， 这就表示中间介于两个词中间哦。的也是 singleton 单字词，然后跨年晚会也是跨标 B， 会标 E 哦。开始跟结束，年晚是都是 I， 表示介于一个词中间。所以呢，你就不是利用这样的方式呢，就把每一个字呢都标出一个 BIES 哦。那你要恢复到原先断词也是一样，你查这个。S 或是 B 开头 E 结尾，这就是一个词，这就是一个词，这也是一个词，这也是一个词。抱歉 ，S 也是一个词 ，BIES 是另外一个词。所以它跟断词的结果完全是可以对在一起。那你这样把它分开以后，剩下的问题就变成说，给一个我，你猜它属于 S 的几率有多高，或属于 B 和 E 的几率有多高？哦，比如给一个我，通常它属于 S 的几率会很高。它不可能是 B 或 E 哦，有可能是 B 哦。比如说我，你可以想想，我可以造什么词？我，比如说我执，我就是表示很固执的意思，那就是这时候我就变成 B 哦。还有自我，又是一个词，这时候我就变成 E 哦。可是大部分情况它都是出现是 S。所以到最后呢，我们要计算的，通常我们叫做这个 BIES 叫做 state， 我们要去估计哦，给一个 character， 这个是 Chinese character， 给一个 character， 它属于 B 的几率有多高，属于 I 的几率有多高，属于
E 的几率又有多高，属于 S 的几率又有多高，所以你就开始要进行统计哦。那统计完以后，你要知道从一个 state， 我们刚刚讲 BIES 就是一个 state， 从一个 state 跳到另外一个 state 呢，它也有一个几率值哦。比如说我们这个叫做一个 transition 的 probability， 或者 transition probability matrix 哦。比如说 B 会不会跳到 B？ 不可能，这是零啊，不可能，不可能的情况下我们就补零进去。B 会跳到 I 嘛？会啊，像这个例子 ，B 跳到 I 有没有 ？B 跳到 I，B 也会跳到1在这里，所以这边都有值哦。我这边没写部分就表示这些有值在里面。B 也会跳到1，比如这个范例。那 B 会不会跳到 S？ 不可能，也是0哦。S 都是单独在一起。然后因为抱歉，我意思不是 S 单独在，因为 B 后面一定要接 I 或 E， 没有其他可能。那 I 呢 ？I 后面一定要接 I 或是 E， 哦 ，I 不可能接 B， 因为 B 是 begin 嘛 ，I 也不可能接 S，S 是单独只有一个，哦，因为 I 是指中间，所以一定接 I， 接一个中间的，或者是接到结束的位置，哦，是往下看接到哪里。那 E 也是一样 ，E 只能接到 I 跟 E，S 呢只能接到 B 跟 S， 所以这是跟你讲说。从一个 state 跳到另外一个 state 几率有多高？那你有知道说每一个字可能代表的是 BIES 的其中一个，那每一个 state 可能跳到下一个 state 是什么？那就可以开始做一些事情哦。那所以这边呢，最后是用一个 dynamic programming 的方式哦，那把有没有像是在一个填表哦，这边是 BIES。这边是所有的你要断词的文句在这里，那开始填表，看它走出什么样的路径可以得到最大的几率，这就是 Hidden Markov Model 在做的事情。哦，那所有整个 Hidden Markov Model 它的模型的参数，也就是在我们前面讲的这4个东西，这2个东西，一个叫 State Probability， 每一个字属于某一个 state 的几率有多高，还有 Transition Probability。从一个 state 跳到下一个 state 的几率又有多高？那根据这两组参数，哦，这参数可能都是一个矩阵哦。根据这个参数，那我就可以开始进行 dynamic programming。那给我一段字，我就可以在 BIES 中间跳来跳去，哦，就慢慢走过去，把它走出来，走出一个最高的几率。当你走完以后，那断词就完成了哦。因为这里你看，现在像这里是 S。哦，这里出现 B1 有没有？这边 B 跟 E 在这里 ，B 跟 E， 所以知道我这就是一个词。参加也是 B 跟 E， 所以这是一个词。哦，然后这边是 BIIE， 哦 ，BIIE， 所以我知道这里是一个词。那的是singleton 一个，所以这是一个词。然后跨年晚会是 BIIE，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词。那至于你要怎么走出这样的最佳路径呢？这是用 dynamic programming 来进行。哦，那这个细节我们也都先跳过去。那另外一种方式哦，我现在讲的这个方法呢，是张家慧老师哦跟他的学生提出来的。然后张家慧老师是中央大学资工系的老师哦，也是我们系毕业的哦。那就是基于特制隐藏式马可夫模型的中文断字研究哦，这 paper 是2006年发表出来。哦，那它的做法呢，其实也是很简单哦。我原先给我一个字，我就要判断它是 BIES 的哪一个 state 哦。但是我可不可以把它这个字呢，把它拉长一点哦？我先做 BMM 得到一组 BIES， 我再加上的一个 FMM， 另外一个 BMM 分别得到 BIES 结果，我把整看在一起，这2个串在一起，哦，这3个串在一起，这3个串在一起，所以它的 observation， 它观察到的东西呢，就不是只有这个文字，而是经由 FMM 和 BM 得到结果一起把它绑在一起，哦，比如说到，哦，那这个到底是属于 S 呢，还是属于 BIES 的其他东西？哦，那你可以想象，如果说你看这个到，大部分是S 比较多，因为它把它 enhance 之后又加了2个 token 进去都是 S， 所以到
是属于 S 的几率会比较大哦。那你也想想看，到那么就 S 嘛，我到台北，我到哪里？但什么情况下会出现不是 S 呢？也有啊，迟到。那这时候它就不是 S， 它就会变成 E。哦，但是都在比几率，看是哪一种机会比较可能哦。所以当你把它整个串在一起之后呢，它得到的它的 observation， 它的观察值呢就更多了下面2个 token， 整个观察值变得比较长一点，所以呢可以做比较更细部的分类。当然你还可以再加，可能可以再加个什么东西，再加上去。这个 H&M 的这个 observation 呢是可以任意长度的，所以你会想到这些东西有帮助，你就可以把它插进去里面，然后让它往后面继续进行分析。好，比如说你可以把磁性插进去啊，对不对？你可以丢到我们的那个磁性标注系统，把磁性一并插进去啊，等等。哦，这样的话就可能得到一个更好的结果。那另外，你也可以做双向最大匹配法哦，就是我要 combine 从 FMM 和 BMM 得到的结果哦。第一个方法就是我刚刚讲的，你2个得出来以后，我是不是可以找出来，词的个数比较少的结果？哦，因为词的个数比较少，就表示词比较长，那得到结果可能会比较符合我们人类的要求。哦，那第二个呢是找出一个 maximum likelihood， 哦，就是算持平，就是说野生和动物园出现的个数的次数有多少，把持平一起算进来，那找出整句话切出来有持平最高的方式。哦，那这个就是也就是从 BM 和 HM 里面想办法再细分挑出一个结果出来。另外一个就是更暴力全切分法，哦，就是我把所有反正一个句子给我，我可以切分出所有可能的断词方式。我刚刚跟你讲过 ，FMM 可能是错的 ，BMM 也可能是错的，也可能两个同时错。那2个同时错呢，那我当然是这个结果就不可信了。所以最釜底抽薪、最完整的方式呢，我是把所有可能断词方式全部暴力法扫出来，然后再使用语言模型决定最佳的结果。哦，语言模型实际上也就是利用每个词的 like you 和词跟词中间连接起来的几率来决定说最后这个断词方式它整句话的几率会有多高。哦，所以这个就变成更复杂一点，需要更强大的计算能力才能做得出来。好，那我们来看看哦，我既然一直讲断词，断词你就需要训练资料嘛。那训练资料从哪里来？这边有一个词库，哦，这个词库呢是中研院现代汉语标记语料库 4.0 版。哦，同学如果有需要用到的话，它有一个旧的版本，有一个新的版本。哦，那它这里面就包含了各式各样的标记，包含词类的标记，包含断词的结果。那你可以80%来做训练，20%来进行测试。你看，像这里这个例子哦，对于屏东县近月发生100多例肠病毒，有些各位知道，这断词有时候呢，就是A 有 A 的意见 ，B 有 B 的意见，并没办法得到一致的结果。哦，像对于是一个 P， 这是一个介系词；屏东县这是一个名词 NC。近月近，我想应该是一个副词吧。月也是一个跟时间相关的副词。发生这就是一个动词。你看发生就是 VJ 哦，那它光动词又有分好几类。疑似像 VG， 了解叫 VK 哦，它的动词又分好多种啊，所以你要必须进去知道它怎么 label， 才知道这些动词这样分到底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在里面。哦，所以如果你要尝试断词，就可以拿这个语料库来进行。那断词到底好不好？这个又回到我们之前讲过的，就是效能的评估。哦，那这个之前已经讲过哦，就是 precision 跟 recall
还有 F major 哦。Precision 跟 recall 上回讲过是一个跷跷板 ，Precision 变高 ，recall 就会变低 ；Precision 变低 ，recall 就会变高。哦，那最后呢 ，F major 是把两者统整起来，哦，是前面两者的协和平均值。那这边有一个图，我想各位应该可以了解 ，GT 就是 ground truth， 就是标准答案在这里，但是你真正去做预测的时候，你抓出来你的 prediction 在这里。你的 prediction 是在这个地方。哦，那两个圈交叉的部分、连接的部分，抱歉，交集的部分是用 p 来表示，它的个数是 p。哦，那所以precision 呢就是 p 除以 n， 那 recall 呢就 p 除以 n。哦，precision 代表的意思呢就是你抓出来那一部分对的比例有多高，那就是 p 两个交集除以 n，n 就是你抓出来的部分。那最后的 F major 就是2p 除以 m 加 n， 就是两者协和平均。那 F major 有时候又叫 F1 score， 哦，两个意思是一样。有些人还用一些其他名词哦，各位可以查一下看看。那像这个以这个案例来讲，哦，这个 F major 是 72.73，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两个断词的结果，譬如说下面这个应该是他的标准答案吧，哦，就他与另两位同学，他把同学看成一个词，注意到看成一个词，这穿着特殊的人身材有些怪异，哦，那这实际断出来的结果，同学哦，注意，他没有把注意到断在一起，注意特殊的人身材，哦，他把有些也断成一个词，怪异，哦，那你必须找这两个断词结果它的共通的部分，哦，这叫 longest common subsequence， 叫 LCS， 哦，所以在计算的时候呢，我写在这里好了 ，longest common subsequence。所以这是 LCS 得到结果是这个样子，在这里。所以你发觉这两个断词好像蛮接近的，但是它最后算出来的 F major 只有 72.73。哦，所以这是中文断词评估的一种方式。那我们这边也做了一些实验，然后就把中文院的平衡语料库拿过来做实验。如果用 Hidden Markov Model， 它的 F major 还不到80%，将近80%哦。那 FMM 和 BMM 得到结果都还蛮不错的，你看都是92.74、92，刚好都一样，但是它中间的结果是有点不一样。哦，这边是91.86，91这边差了一点点，这里不太一样哦。那刚好最后的 F major 都是92.74哦。那如果说我刚刚讲过，把 FMM 和 BMM 的结果拉进来，丢到 HMM 里面去，就可以得到96.48的 F major， 哦，表示效果又更提升了。那么中文断词的应用呢，它是文本分析的第一步哦。相关应用有太多各式各样的应用，包含文件检索哦，你要断词才知道你要找什么样的文件哦。文字转语音，给你一段文字，你怎么转语音哦？就是比如说3人参加会议，到底是3人参加会议呢，还是3人声加会议哦？你必须转成你有正确的断词，才能够把它的音抓对，才能够把它转语音出来哦。那语音辨识里面也会常常用到哦。语音辨识因为常常你讲一句话，它只给你文字，它没有给你发音。那你怎么样把自动发音找出来？这也是需要断词才能得到好的结果哦。那这些分析呢，你可以想象，任何的中文的文本分析哦，不管是你要做 text mining 啊，或者是document classification 呢，第一件事情就一定要断词，断词以后你才能够得到最小有意义的基本单位，才能够继续往下进行。
我们刚刚讲过，就是断词会造成发音、标音的不同哦。断词要断对，发音才会发对。那这边有同样的情况，就是中文有所谓的变调规则。我们来看看这些相关的议题。我们讲说我们的华语文或叫 Mandarin Chinese， 台湾叫国语，大陆叫普通话。那总共有多少个字元呢？大概5401个字元，这是常用字，但加上罕用字应该就不止这么多，应该超过10000以上。但这个5400多个字元呢，我们如果把它翻成它的音节，叫 syllable。这音节我们有411个音节，叫 base syllable。411个音节呢是不带痛，不带声调。但是呢，大部分音节呢都有4个声调，也不是都有大部分有4个痛就是1声、2声、3声、4声，所以带痛的音节总共多少呢？总共1501个叫 tonal syllables。那这是一些统计数字，让各位了解一下那有些 syllable 呢是它并没有4个痛就像我讲啪。如果你念声是啪啪啪啪，但并没有啪这个音像这个字，这个是怎么念？这个字念嗲，它只出现在嗲里嗲气这个词里面所以它没有嗲嗲嗲嗲，没有其他3个音只有嗲的音。那另外几个范例呢，我们来看就是1、2、3、4声的范例，各位同学能帮我想想看，还有没有其他1、2、3、4声的范例三民主义1、2、3声，三国演义1、2、3、4，优柔寡断1、2、3、4，花明柳暗1、2、3、4，科学理论1、2、3、4，有没有其他范例？是一个词刚好是1、2、3、4声。那这个发音呢，我们把痛要标上去呢，你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喉咙上面各位试着看看你讲山，喉咙是平的不会动；你讲民，你的喉头是会由下往上飘上去；主会往下勾一下再上去；那义直接往下掉。所以喉咙的位置呢，事实上就对应到各位学的注音符号里面，它在标它的声调的那个符号，除了1声它没有标以外，2声是往上爬，3声是勾一下，4声是往下，完全就对应到你喉咙上下移动的位置。那台语呢？台语就更复杂，台语不晓得有7个音还是8个音还是9个痛我讲音就是痛，不晓得是9个还是8个声调。这个要对台语有研究的人才能讲得出来。比如说，但是我知道这里列出来的范例一个是美丽大教堂，一个是卤肉有够咸。你用台语来念看看，你发觉它的痛是一样的这个我示范一遍我台语也不是很好或者说这边有没有台南人？有台南人待会可以帮我示范一下，念一下美丽大教堂叫美丽大教堂然后后面那一句叫路能有够咸，有没有？这5个字呢是痛，它是完全一模一样的。那至于是第几声，我并不是很清楚。那我们讲到通声底，是指中文的变调规则。我讲勇猛果敢，我一定是2、3、2、3在念，这4个字都是2声，抱歉，都是3声。但是因为你发音发不出来，所以你一定要变2、3、2、3。如果你全部念3声，会变怎么样？会变勇猛果敢，这是念起来就超怪的，而且很难念所以叫变调规则。就因为你发音不容易发音，3、3变2、3这个我们以前也讲过那我们看这几个会变音的例子尤其是在 text to speech (TTS) 文字转语音里面，第一个碰到问题就是这个问题。那我们刚刚之前也讲过2个3声变2、3，那3个3声要怎么办呢？我想总统府是2、2、3，好，李总统是3、2、3，母老虎3、2、3，胆小鬼2、2、3，
水彩笔223，老古董323。好，请问为什么？你看得出来规则了吗？哦，这我们上次讲过，其实你是看得出来的。总统结合比较紧密是223，哦，母老虎结合比较紧密，胆小、水彩、老古董。哦，你看我把重调的东西框出来了。哦，只要你的重点是在前面的话，就是223。比如说总统府，比如说胆小鬼，比如说水彩笔，这些都223。那如果结合比较重要在后面的话，比如说李总统323，母老虎323，老古董323。哦，看出来规则了吗？哦，这个我们考试要考哦。哦，就是如果对外国人来讲，这题超难的，他一定会当掉哦。但是对你们都是从小学国语长大的，这应该不是问题。好，不，我们念不好。不难，不是念4声，啊，不对，不妙，变2声，看得出来规则了吗？哦，你看后面跟什么？比如说不对，后面跟4声的话，前面就要变2声，不对。你说全部念4声要怎么念？变不对，不好念。那同样的，我们说一次、一个、一次、一半都2声。那一般、一毛、一会儿又变4声，规则在哪里？哦，它有一个规则可循哦，你可以自己去想看看。那其实它都follow这个叫 phonological change， 就是说你发音的整个过程要让它很顺的发生，它就要变调，它的念出来才会顺，才会好念。那台语有更多变调的规则，台语的变调比国语更复杂太多。但我想你可以在网络上，你可以直接查看台语的变调规则，可以查到一些相关的资讯。好，这个就是可能会考的部分哦。我一个 quiz 在这里。哦，以前碰到这一题的时候，考试碰到老外，我都一律全部送分哦，因为对老外来讲很难哦。比如说我刚刚讲第2句哦，老李买好酒请马小姐买鸡掰巴小雨伞，全部都3声。但你念出来你会觉得很顺啊，没问题啊。其实你在你脑袋中其实做过了很多工作，你会把词先断出来，断出来之后，你一定要知道词的意义呢，才知道怎么念。如果你请老外来念，他一定念说老李买好酒请马小姐买几百把小雨伞，全部都平的。你听到这种平的，你就知道啊，八成是老外，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念。但你想看这个东西有多困难？你要请老外会念懂这句话，我觉得那老外一定要起码在台湾住5年、10年以上，才知道怎么念这个东西。所以这是困难的部分。那另外一个呢，叫我们刚刚讲 word segmentation（WS）， 另外一个叫做 WSD， 叫做 word sense disambiguation。哦，就是把它的词的意义呢，去把它很明确的抓出来，而不是说就断出一个词你就知道这个词而已，而是你必须知道这词的意义，才有办法做更复杂的事情。那这边有一些例子，哦，教官说校服上除了校徽别的，叫你别的，你非得别的。别的，你应该分析得出来吧？别就是不要的意思，别这个动词贴上去叫别，别的这是一个名词，指其他的东西。那好，看这一句话，今天下雨，我骑车差点摔倒，好在一把把住了。好在你可以分析一下，好在一把只是一个动作，一把把，这是一个动词，把是车把住了是形容它的状态。这个用讲的一把把住了，你听起来好像很顺啊，但是你把文字写出来，哇，这到底要怎么念？那对于电脑来讲，这些都是困难的问题。
那这边还有一些范例哦，这边有一些 YouTube 的范例，各位可以点进去看。老外在念这些东西的，念得头昏脑胀，根本就是完全哦，完全不懂它的意义哦。但是这个就是